給大家總結一下本次犬夜叉聯动的一些內容。這次的聯动呢，只有狂舔联动犬夜叉以及司馬懿聯動杀生丸2款皮肤，並沒有之前傳出的伽羅聯动桔梗的皮肤。也就是說，这次并没有免費皮肤可以獲得，2款皮膚都為真品傳說品質，平均一款皮膚呢需要3000到4000點券，再加上天幕的話，你可能需要準備1萬點券。抽獎動畫設計呢是穿越石谷之井，就是那個連接着現代以及犬夜叉所在的戰國時代的枯井，徽章為四魂之玉的碎片。至於2款皮膚的特效呢，我之前已經帶大家解讀過了。犬夜叉皮膚的亮點呢，就在於它刀身的顏色。對於狂鐵這個英雄而言，只要充能達到紅怒，刀身呢就會變成紅色的鐵碎牙。如果你的怒氣不滿1格或者是消耗掉的話，刀身呢就會回到白色的鐵碎牙。而當你使用普通形態下的大招，刀身呢就會變成藍色，這是金剛石鐵碎牙。大招結束後，還是會根據你有沒有紅色的怒氣呢，然後改变刀身的顏色。这裡要注意的一點呢，就是你開大之後，如果不進行任何的攻擊操作，刀身呢就會維持藍色。一旦你使用技能疊出紅怒的話，它還會變成紅色。開大之後進行攻擊，沒有疊出紅怒的話，還是會變成白色。這一點同樣適用於紅怒形態下的大招。如果你開大之後不進行任何的攻擊指令，你的刀身就會變成這種紫黑色，這個就是打出明道殘月破的漆黑鐵碎牙。如果在你開啟紅怒大招之後有任何的普攻或者技能攻擊指令，刀身的顏色就會根據你有沒有怒氣立馬改變。其他的細節呢，我都給大家拆解過了，大家可以看上期的視頻。至於司馬懿殺生丸的皮膚設計雖然沒有犬夜叉那麼還原，不過建模呢是真的帥。但是我需要提醒一點，就是這款皮膚呢它是沒有強普音效的。之前我給大家解讀過了，就是它強普的第一下呢使用的是爪技，就是杀生丸的技能毒滑爪。這個強普呢是沒有任何音效的，大家玩起來的話可能會感覺手感比較差。後面的近戰普攻呢都是使用這種刀砍，只有這種使用技能之後的第一下為爪技。但是有誰知道為啥我這個殺生丸突然吃了一個奶瓶之後呢就開始變小，身體突然變小，但頭腦依然靈活，整個呢就變成迷你版了呀，不知道是什麼 bug。对了，王者國際服需要氪點券的小伙伴可以試試 Cards 商城，只需要在綠泡泡搜索 Cards 商城即可，大平台保障，UID 直充，無需上號，快來 Cards 的試試吧。殺生丸的這款皮膚啊，就非常適合放在個人主頁。雖然說皮膚動畫呢只是選擇了一個打小怪的場面，但是就是這個角度的特寫非常有範啊，還有這個眼神，這就是妖王的氣場。海報的話不用多說，看起來好像更帥了。也是有細心的玩家發現了，就是杀生丸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按住2技能不放，杀生丸就会拔出腰间的宝刀爆碎牙。可以看到刀上还有这種綠色特效。技能釋放方式呢要設置成抬起釋放，這樣你就可以按住2技能看殺生丸拔刀。這個設計呢還是比較有意思的。爆碎牙這把刀呢是會對敵人持續造成傷害，並且不能再生，相當於給敵人施加了一個重傷效果，是不是就不用出夢魘？遊戲裡設計的一個刀光特效也是綠色。遊戲天幕的設計呢是犬夜叉與殺生丸的對峙，兩個人是在月下一片花海中，在自身英雄的位置呢會有一顆四魂之玉顯現，並且還有一個犬夜叉的邊框，中間呢還有犬夜叉的漢字 logo。這次的聯動呢還有一個靈寶的皮膚，這個呢是犬夜叉小隊的七寶，是一個小狐妖，這個還是挺可愛的。剩下的呢就是一些兌換的周邊了。犬夜叉的暗箭呢是鐵碎牙，殺生丸的暗箭呢是他的2把刀，一把天生牙，一把爆碎牙。可以看到還有這個蒼龍破，這個龍的環繞。有一個兌換的回城特效呢是七寶跟雲母的一個玩耍，七寶變身氣球，然後打開露出条幅。击敗特效呢是七寶变身一個地藏王菩薩的雕像，地藏王菩薩呢是七寶狐妖術的一個道具，可以當替身使用。而拖尾特效呢則是有一個很長的杀生丸的尾巴，底下呢还有一个小妖怪邪剑在繞着旋轉。之前我也介紹了，就是邪劍很喜歡殺生丸的尾巴。剩下的頭像框的一款呢是殺生丸，一款呢是犬夜叉，都是有犬夜叉的這個漢字。不過日語裡面的犬夜叉也是用的漢字。這裡還有幾個表情啊，有一個是殺生丸說的不准你動它，這個是犬夜叉想用散魂鐵爪攻擊梭羅的時候被這個殺生丸給攔住了，殺生丸說了一句非常霸氣的話，就是不准你動它。這裡還有邪劍的2個表情啊，第一個是喊殺生丸少爺，第二個呢是說看起來不太聰明。這個呢是殺生丸當時變身犬妖被奈落給控制的時候，邪劍的一個心理想法，就是說畢竟是狗，看起來不太聰明，明明變回人形呢就可以解脫束縛。但殺生丸此時與邪劍心靈相通，殺生丸變回了人形，並給邪劍的一個眼神，在背後說他壞話被聽到了。這個呢是比較有意思的一個表情。最後大家注意一下這個抽獎活動的背景，就是在他們父親犬大將的陵墓面前。好的，喜歡犬夜叉的小伙伴可以去參與一下，喜歡的小伙伴點讚關注，我是阿天，我們下期視頻再見。